大家好，我是曹卫东。这个美国的 MQ9 死神坠入黑海以后呢，美俄两国都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也就是打捞这架飞机的残骸。这个对于美国军方而言呢，MQ9 它这个飞机的编号有这样几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呢，就是 M 代表了多用途啊，就是多用途的飞机。第二呢，就是 Q 是代表遥控的飞机，就是无人的操作这种飞机。9呢是它这型飞机里边的序号啊，比如说从1开始，然后向后排到了9，它叫死神。但实际上呢 ，MQ1 实际上当时的时候，美国呀是把它研制成为一种察打一体的这种无人机，因为当时呢叫捕食者，你看。最初的无人机呢，主要是用于侦察监视，而捕食呢就有猎杀的意思啊，捉到的意思啊。那它最初的 MQ1 察打一体，这个就是收割者，就是最初它是想察打一体。那么作为捕食啊，就是最初研制的时候，它的这些挂点只有4个，后来呢就是增加它的挂点，就是有6个挂点。但是呢，它当时挂的呢，主要的还是就是空对地的导弹，也就是要从空中发现目标，直接从空中打击地面的目标，而不是进行空中的格斗。那当时它的这种主要的对地攻击的武器是 AGM-114，就是这个地狱火导弹。最初的时候呢，它也是拿一辆就是无人的这个坦克试试。它能不能发现目标，然后对坦克能不能够击中？它是进行了这样的试验，成功以后，后来呢，在这个捕食者的基础上继续研发，后来它就叫收割者。当使用这个所谓收割者的时候，已经达到了就是目前 MQ9 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察打一体的水平。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就是1月份。当时美国的这个飞机呢是在伊拉克这个上空大约9000米的高度在飞行。当他看到就是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官苏莱曼尼的乘飞机到达这个机场以后呢，下了飞机，他一直在监视着就是苏莱曼尼的行动。当苏莱曼尼上了汽车的时候，因为当时有2辆汽车，他精确的看到了就是他上的是哪辆车，然后呢它挂载的这个武器呢也是2种的，一种是就是打击坦克这样的目标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激光制导非常精确的。所以它这次是打汽车不是非常厚的装甲，但是它一定要非常的精确击中这辆汽车。所以它用激光制导的这个武器就是用就是地狱火这样导弹直接打中了。就是苏莱曼尼他上车以后开始离开机场嘛，在机场的这个跑道外边就是走的时候把他这个狙杀了。那从此以后叫死神。那这次呢，就是美国和俄罗斯在黑海上空发生就是这个博弈或者是这个美国坠机的这架飞机呢是属于死神的。但是实际上我们讲到它的多用途，也就是它还有一个叫海上卫士。所谓海上卫士呢，就是它底下不挂载这种打击的导弹，比如地狱火或者其他的这种导弹，而挂载更多的这些侦察监视的设备。比如说美国把这种所谓海上卫士，也是 MQ9 这样的飞机卖给日本还准备就是卖给中国的台湾地区让他们在海上执行这种更长时间的侦察监视任务。那这次呢，就是这个说 MQ9 落入了海中，到底是挂没挂武器，是属于海上卫士这样的侦察监视型的呢，还是说属于死神，就是察打一体挂载着火箭能够打击地面目标的这样的飞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飞机已经就是落入了海中。美国说呢它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但是现在这个区域已经被俄罗斯围起来了，而且已经探明了它的深度，就是在1000米以内，大约是800-900米这样一个深度。那按照美国的说法，这是美国的财产，没有经过美国政府的允许，俄罗斯是不能打捞的。但俄罗斯说，我为了这个区域的安全它可以派军舰把这个区域整个的包围起来，
也就是进行巡航，那其他国家的军舰和民船是不能靠近的。但是与此同时啊，就是军舰在周边巡航的同时，俄罗斯也派了一艘打捞船在这个区域活动。那现在这个美国的飞机残骸已经被它精确的定位，它也有打捞船在这块，它打捞上来任何这些就是残骸的部分谁都不知道啊，因为你比如说发动机它也并不大，或者是它的光电侦察设备体积也不大，再有呢就是像黑匣子啊，就是我们讲的航行记录仪，它拿来之后完全可以分析美国飞机的这些航线高度啊，这个呢无论从发动机还是它飞机的制造的材料，还是这些航行记录仪，或者是其他的侦搜的这些设备，我觉得从军事角度和科技角度讲啊，对俄罗斯都有重要的价值。那现在呢，他打捞没打捞上来，谁也不知道啊，因为他说反正我现在在这个区域只是巡航，我只是活动，打捞没打捞上来，这个呢，只要俄罗斯不说，谁也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呢，就美国啊，就是 MQ9 这架飞机坠落黑海以后，那现在呢，表面上看好像风平浪静了，但实际上啊，双方在这个区域里边啊，就是在打捞或者是在争夺呀这个飞机的残骸上，实际上水下的暗斗一直没有停止。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观看本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